午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的最新来宾，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丁建中老师待会儿马上加入我们了。我们先来看看川习会马上要登场，但是在会面之前呢，川普先是跟澳洲的总理见面的时候，在跟媒体会晤，突然自己提到了中美可能的会谈，他特别强调啊，川普他说，预计习近平面对面的时候，应该会讨论台湾议题会讨论到哦，他认为中国应该没有意图要入侵台湾，他可以这么做，但可能并不想这么做。但要不要讨论到台湾呢？应该会谈到，但我不想这样做，就是双重否定句啊。它的句子很特别，但是其实已经台湾被点到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你到底要做什么，瑟瑟发抖吗？因为我们的关税还没有个谱，所以川普表示要跟习近平达到公平的贸易协议，明年初出访，要到大陆去访问，基本确定了哦。我热爱我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又是很热情的口吻出现了，这个对于川普投顾来讲，股市大涨放利多。那我已经受邀访问中国，并将于明年初某个时候前往，我们基本已经确定了。所以重点是在于 APEC 谈得怎么样啊？那明年初这样的访中才有意义呀。川普表示，我们卖给他们很多飞机，而他们也确实需要，看起来波音就是也是他关注的焦点。那这些飞机。波音，我认为一定会达成协议。川普每一次讲，一切会没事的，我们会变好的哦。这个都代表着一种 tackle， 还有接下来跟中方要释出善意的可能。但跟澳洲这场见面可不是单纯只是为了合作而已，也是为了要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稀土对抗找到出口。这场会议里头呢，我们看到画面上是澳洲的总理哦，到了华府，双方签署了一份艾班尼斯签署了一份协议，要加强获取关键的矿产跟稀土。减少美国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那么川普还特别讲哦，大约1年之后，我们将有很多的矿产和稀土，那多到你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啦，哦，很厉害啦哦，所以不怕大陆要用稀土来卡脖子这件事情。好，那这么厉害的话，接下来要降低稀土的依赖，艾班尼斯也在推动澳英美3国之间的 AUKUS 的潜艇协议啊。重点是在他希望有自己要的东西来加以兑换嘛，核潜舰的部分要取得嘛，所以见面了之后呢，这个却有一个场合很尴尬，这个画面他突然呛起了驻美大使陆克文，因为他先前本来是总理啊，这个尴尬的场景，全场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看这个画面。Concerned in Australia that it's taken 9 months to get this meeting. Have you had any concerns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with its stance on Palestine, climate change, or even things the ambassador said about you in the past, the Australian ambassador?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m. I mean, if he said bad, then maybe he'll like to apologize. I really don't know. Did an ambassador say something bad about him? Don't tell me. I don't. Where is he? Is he still working for you? Yeah. You said bad? Before I took this position, Mr. President. I don't like you either. I don't, and I probably never will. Go ahead. 他家是笑啦，可笑得很尴尬，他就当着对方是驻美大使前总理的面说：“我不喜欢你，我现在不喜欢你，以前不喜欢你，我以后也不会喜欢你。”大家笑得很尴尬，那不然不能笑，要怎么办呢？怎么接话呢？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现在川普发动的贸易战最开始的盘算，当然是美国对中共的这个采购量稀土的部分远远大于出口，但是理所当然本来有谈判筹码的，但没有想到情况不是如此，现在找不到真正可以替代的来源，反而被掐住了喉咙吗？所以这个形容词叫做川普带刀上阵，中国却带了火箭筒。因为呢，尽管川普跟澳洲达成的协议呢，但是还要很多年，再根据美国媒体的估算，才有办法真的摆脱中国稀土跟稀土磁铁美国对它的依赖。所以刀子对火箭筒，当然知道谁才有主动权，才有发动的权利。而川普为什么突然软化，大家 tackle 了，其实也不稀奇哦。那到底为什么？比稀土更强的秘密武器什么？在很多分析里面说，这个廖恒化行坐上谈判桌，除了稀土，还有将近700种药品的关键原料化学品也仰赖大陆。其实台湾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哦，有47种的药品国外的药厂都已经放弃进台湾了。因为台湾的各种制度，还有接下来关税面临的挑战，一切才刚刚开始。委员，稀土当然是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它是当然不是唯一，但是最重要的，而且最有效，能够对付美国的这样一个谈判的工具了啊。那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大概有90%的那个稀土，你要经过精炼嘛。那精炼呢，很多国家其实它也有稀土，可是它都要送到中国大陆去炼制。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它会污染环境啊，所以很多的国家不愿意自己去提炼这个稀土。那中国大陆呢，它地方比较大，所以它就真的就去提炼。你看它提炼出来那个周遭环境看起来是蛮吓人，污染性看起来是蛮大的。第二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它不断的在提炼这个稀土啊，所以它有很多的技术，它研发出很多的技术，这个大概其他国家也没有的这样。所以这个美国的头痛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要找到足够的这些稀有的这些金属，然后呢要取代中国大陆，不再从中国大陆进口，其实是真的不太容易。他这次跟澳洲签的这个协议是85亿美金呐，那可能就加强在在那个澳洲去提炼这些稀土的里面的这个稀有的这些金属这些，可是真的我讲真的是需要时间，因为第一个你可能要加大你的工厂的设备，然后呢你可能要找到这个足够的这个技术这些专家，还最重要你要那个方法，这个大家中国大陆专利在中国大陆的手上这样子，所以美国会有一阵的阵痛期啦，但是最终美国我相信他有办法解决掉这个问题。你看他最近跟巴基斯坦关系有什么改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陆也协助巴基斯坦去提炼这些稀土。那巴基斯坦拥有一些的方法、一些的技术，所以他也答应跟美国合作，因为巴基斯坦它也有稀土的这个矿场这样子。那其实越南也有，缅甸也有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阵的阵痛期对美国来讲。那这个阵痛期期间，你要拿什么东西跟中国大陆来交换，以便取得足够的稀土？你刚刚讲到台湾了我相信会提到台湾啦，但是我觉得台湾双方要做文章，要做得很大，把它变成一个很有用的筹码去对付对方，我觉得不是很容易的事啦。因为我们跟美国之间也没有邦交关系，我们也没有安全条约。你说你要在美国保证说，我绝对不支持支持台湾，然后呢，我也不卖武器给台湾。我认为川普不会讲这个话。第一个，你这样讲的话，那你以川普这么强势、这么爱面子的这个总统，他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跟国人交代而且国会议员大概也不会支持他。第二个最重要的，台湾不断的跟美国买武器，也让美国赚了很多的钱。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上面，大概他们就是把它低调处理了。美国不会去讲说要对台湾多好多好，然后这一阵子大概对台湾的武器的出售会比较低调，而且可能会延后出售。大概美国会做的是这样，你要在他的口头上再讲一些伤害台湾的话来讨好中国大陆，我认为这个川普是不会做的。对，这么有信心。聂老师，因为大家觉得都比较瑟瑟发抖，然后在准备川习要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川普主动提到了台湾，他先前提到是说我们台湾的晶片，大部分都已经移到美国去了很好，进行的很棒。那可是接下来对岸可能想要提到台湾这件事情，他是特别关注，要不要谈，怎么谈？台湾人当然担心。还是一句话，川普的话听听就好了嘛。我们的晶片真的都拿过去了吗？设2个设计厂、5个这个工厂就是好了吗？而且他去还做得出来吗？刚刚也讲了，现在美国制造业完全公众化，不只是稀土。我们今天讲光制造业，它要起来，最少3大问题：第一，没有人才，对不对？他没有人，那怎么去做？第二，技术根本拿不到，他不可能全拿到。那当然，台湾可能会供应了部分技术，但是我们最先进制程的，我们还是要hold在手里嘛。第三个，基础建设完全没有 ，zero， 你只有 Intel， 那你只能怎么样？找软银扎个20亿，找个这个 NVIDIA扎50亿，还要我们台积电扎钱，你也不可能1天2天、1年2年造就，你现在就拿回去，不可能。那我现在讲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认为啦，讲台湾议题一定要谈的嘛，一定会谈。你川普不谈，习近平也会谈。那川普也一定要谈，因为他是他的筹码之一。你们自己想，这2个拳，西洋拳和太极拳打到最后，西洋拳一直打，
一拳还蛮重，但是呢，其实打不久，叫做关税，动不动还是关税。结果他现在说下一招，有了另外一招叫什么东西？飞机也没有用的，那飞机更暖招。4月不是就发生，他都忘了。中国还退出你将近200架，只交了10几架，180几架退，还有3架直接连贴了厦门航空都退回去。我现在要讲的是台湾这个议题很敏感，为什么？各位想想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我马上联想到台湾。第一个，泽伦斯基一直希望川普人支持他那种真的能够有轰炸、有爆炸性的飞弹，能够对付这个苏俄。可是你觉得苏俄你觉得俄国有停止他想拿回第一个，他武器东扩已经不行了，加入北约也不行，他也要想拿回这个在东区的2个地方。我想大众等一下可以讲到2个，这个对顿内斯克嘛，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乌干斯克这2个地方。讲完那个大部分的这个，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民众喜欢也愿意回俄国，或者说这2个地方其实大部分已经都被收复了，不管7成、8成、9成。我现在重点就是，这时候如果美国真的伸出援手，跟去帮以色列一样去打伊朗，你觉得会不会有机会赢？还是有啊？可是我跟你讲，川普做了一个很巧妙的动作，这就跟台湾有关哦。他今天跟泽连斯基希望他帮忙时，他说好，我会帮。他前2天先跟普丁先打了电话。先跟他说，我跟普丁讲了哦，怎么样哦。我跟你讲，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台湾也很希望美国伸出援手，但我可以讲，美国也会用各种方式说我会帮你，但你钱拿来。他一直卖你武器也是为了钱。曾经也说台湾是很棒的比肩，可以夺中国大陆，这不就是川普1.0版比肩理论吗？他会对我们那么好吗？我其实一定要以美在这个方面。我现在重点就在。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他跟习近平，因为现在你刚讲的稀土这个地方啊，真的谈不完。稀土真的是一个致命之要害啊！好，你知道刚刚讲到精致冶炼已经到90%技术后在他手里，你今天黄金要弄到99.9也不容易，只有中国现在做得到，美国现在做不到了。像巴西也想出卖中国，也去开出了一个潘朵拉的木盒，对不对？也是为了想要讨好美国。澳洲现在要讨好美国，我跟你讲都没有用。现在习近平啊，他的武器更高了。这时候川普呢要跟习近平谈。他心中会软，表面硬，可是他还有一个筹码叫台湾。我跟你讲，即便说台湾我会帮你，他私底下说我后天会帮你，搞不好今天明天先打电话给习近平，我要帮他，你要不要给我一点什么东西？我就答应你不帮他。我跟你讲，我讲的就是泽伦斯基希望川普帮，川普也说了好多次要帮他，不管那他把他泽伦斯基我要帮你，但我帮你看成一个好像一个 nobody， 是说我来决定什么时候帮你，要给你多少。那这时候呢，我要帮你之前，我还要告诉我自己说，我的利益呢在跟你敌对这个敌人，我帮你，我可以得到你的部分稀土，我讲乌克兰，或者得到你一些卖你武器得到的这个经费。但是你知道吗？对面那个普丁可能我觉得更重要，我也常常讲是我朋友，所以呢，我要先问问他。那请问一下，他会不会真的帮你？一样，你刚刚讲的台湾议题，他也会口口声声会帮台湾哦。那帮台湾就卖武器嘛，搞不好钱给了都一直延迟交机都有可能。但今天他要帮你，但是他也会跟全世界讲，习近平是我好朋友，我跟中国太好了，他只是最近心情不太好，我很快呢就会软化他，我要跟他好。这时候，即便他要帮台湾，我跟你讲，他真正想要的是拿到就我们的对岸给他一些他认为他在他自己利益或国家利益有办法的一些筹码的交换，他才会帮台湾。但你觉得这叫真帮吗？就是出卖了台湾。大荣老师。对，因为川普的确是在见这个澳洲总理这个之前主动跟媒体讲说这次会见习近平，而且有可能会提台湾议题。那大家一般判断是说美中这一次因为是领导者碰面嘛，所以大概不外乎会谈的是稀土啦、农产品、芬太尼。这就是提前放话。对，提前放话。那提台湾，他故意把台湾举出来，其实也很合理，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4轮美中的经贸谈判里面不可能提台湾，包括马上进行的第5轮谈判。那只有在美中领导人碰头甚至是在峰会的时候提台湾，就属于一般会意料当中。但川普的提法提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意？回顾一下川普 1.0，2016年11月他胜选第一个是打电话给当时的我们蔡英文总统，第二个包括他自己。包括当时后来出任这个白宫幕僚长以及很多的高官，开始在谈一个概念，说一中政策只是美国的选项之一，未来会不会如何做？这样做的话，要取决于北京的态度跟表现，那就是典型的川普。那这时候他又把台湾议题提出来，就有可能是在这个谈判或是在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的应用。那往坏的地方想，那可能拿来作为是一个在台湾议题上可能稍微提法会比较符合北京的期待，那就是他的一个释放善意的筹码。
那如果往攻击的方面想，有可能把台湾议题作为是类似像2016年的状态，那不得而知。但台湾议题一定会提，也是大家的期待当中。那第二个，他跟这个奥班尼斯澳大利亚这次总理的见面，其实就2个议题。第一个是稀土，因为我们知道说稀土澳洲大概有5、6个重要的矿场，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莱讷斯，它成立到现在大概有40多年了，它应该是中国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本土之外，有提炼这个重稀土比较有完整这个所谓的生产线生产能力的国家澳洲。那所以我们知道艾班尼斯当然是投其所好，因为川普很在意这个议题，所以他做出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的承诺。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在10多年前曾经有意要入股51%，但是当时被澳洲的类似像台湾的投审会以这个地方太关键为由把它给弄掉。那第二个其实很关键，就是潜舰的事情，因为澳洲的潜舰本来是要跟法国一起合作传统柴油级，但我们知道在拜登任内突然蹦出一个 AUKUS，美英澳3方共同合作，而且是澳洲开始改变主意，说我要这个核子动力。但这个议题是非常不容易去解决因为按照目前川普延续拜登政府的政策是说，我们可能先提供澳洲在这关键时期3到5艘美国现在现役的这个洛杉矶级潜舰。洛杉矶潜舰到现在也不过服役20年，总共可能要建造66艘不同的批号、不同的形式。那之后呢，从2040年之后要帮助澳洲英国、美国、澳洲一起打造 AUKUS 级，可能数目是5艘。那这个其实美国政府、川普政府只是确定，但是还是很多人说因为目前的这个维吉尼亚级的潜舰基本上是美国现役，而且美国的数量也非常有限。那要提供给澳洲3到5艘在这个过渡期间，那到底是不是一个符合美国的重大利益的做法？外界还是有不同声音。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维吉尼亚级目前应该是全世界美国并没有把这个技术跟这个船提供给其他。澳洲算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外界不同的声音存在的。好，接下来看看在川普政府持续还在关门的情况之下，6日的时候有700万民众上街抗议，川普的反应是做了个 AI 影片去羞辱说泼粪到群众的身上，但现在群众也反制，用 AI 影片来回泼。看看画面上，哇，这个是换民众上战机，然后泼向了正在打高尔夫的川普，这样互相泼来泼去那是美国的民主走到了今天，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吗？还有现在台湾流行蟾蜍，他们流行青蛙，就是说，如果大家民众在这个要年轻人工作没有办法找到好工作穿青蛙装到街上去卖东西的这个形象，居然这个卖青蛙装这个产品呢，还被卖到缺货画面上可以看一下还有这个影片哭手说青蛙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画面，那也成为反川的标志形象，在 Amazon 上直接卖到断货的青蛙。白宫现在在社群一直是川普为王到处的那个社群 follower 百万亿万上亿甚至在抖音那边有上亿的这个很多流量，所以他觉得很重要可是呢，他们进入到这个社群平台叫做 Blue Sky， 却有政府机关很多的这个头衔的人都到这里加入之后，却被10万个用户给封锁，登上被封锁的排行榜第2名。这追踪白中数才100公数了，才1.1万个。那这也是难得让他在社群上吃瘪了而大豆的议题7年来首次在大陆9月的美国大豆进口归零，从美国进口的，所以更证明就在谈判前夕，大豆完全没有松绑。而川普威胁要停购大陆的食用所谓地沟油啦反制中国拒买大豆。那这个行为呢，反而贸易战的新战场 ，Bloomberg 分析认为可能反而会让美国能源企业受害吗？包括的牛肉、肉品，本来国内的肉品出口已经变成一些问题了，结果川普又出手去帮助阿根廷，才豪撒200亿
现在开始继续又进口阿根廷的牛肉，可以降低国内牛肉的价格，却让美国农民又怒了啊！我们的牛肉也没有办法竞争了吗？这样计划只会让美国的牧场主关键季节产生混乱，没有办法降低零售价格的啦。这个是全美的牛肉协会执行长所说的。美军是真的有大衰退的状况吗？因为现在在政府关门之后，很多的美军没有薪水之外，眷属拿不到物资，政府停摆，发现还大浪费，这是怎么回事 ？Top Gun 哦，那是当年我们最喜欢的影片里面，汤姆克鲁斯坐上了这架超级大黄蜂，结果是我们的国防部长啊，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坐上了飞机的后座，然后还去炫技做飞行表演，他很开心。还有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斥资1.72亿美元帮部长买了2架湾流的私人飞机，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看在一般美国民众的眼里，却觉得这个是2个平行时空吗？一般的军人没有军费拿不到，虽然声称可以啦，还要去拿人家捐的物资，而部长呢，或者是国土安全部呢，高官们却坐着飞机当自家的游戏机在玩。美国空军是不是陷入了螺旋式的衰退？各种外媒的分析，包括美国的马里兰州空军国民兵104的战斗机中队正式裁撤了，成为全美第一个唯一没有飞行单位的州，象征美国的空军产能危机达到了临界点。2025年，在空军准备要除役的250架飞机里面只买了91架新的。所以除以340架，2026年再替换的话，这使得这个现役机队的规模只剩冷战末期的1半而已。所以在很多的分析里面都认为，现在美军已经在空军部分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战役作战，这也是空军是不是战力大减的一大疑虑。而美国呢，当然如果他不发布，大家还不见得知道继续发布，他除了攻击委内瑞拉，也攻击了哥伦比亚的船只。这个船只一公布，哇，又是恐怖分子，他不会容忍，其中有2个人被幸存了，还遣返回原国籍等等的。但大家看到的是，美国用飞弹炸毒船，军费每天狂烧700万。经济学人的分析，他看到川普动用美军打反毒战争，却是认为炸错战场，炸断情报，还可能炸跑盟友，因为炸死的很多不过是运毒小兵而已，断了情报。每天花700万美元呢，大炮打小鸟的情况，到底收效有限，还是像川普讲的，我这一炸就拯救了2.5万个美国人呢？委员，那么潜舰的是澳洲潜舰的时候，我稍微讲一下，他最终他们会拿得到他的潜舰的。澳洲这个没有问题，美国跟英国这个都有协议的。那川普主要的是我在讲还是钱的问题了。川普讲说我要符合这个，我要检查一下他符合不符合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想就想多要一点钱嘛不过他自己亲口讲的说他们会拿到这些潜舰，所以这是国际的重要协定，他不可能不去履行啊。要讲的这个示威在美国历史上其实大规模的示威是有的。越战期间，你在华府你可以看几十万人上街头，那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甚至这个在大学里面，像这个在加州这个大学里面，他跑到校园里面去，可是一天动员700万人同时上街头对一个总统批判一个总统，就是说这个你就像个国王这样子，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川普那个态度不知道是表面上故意要讲一些激怒的话，或是要掩饰内心的不安。不管怎么，他说出来的话，你只会让这个美国这个社会更加的分裂譬如说他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我不是国王我工作我累得半死这个倒也罢了，他最主要去讲说，你看他们拿这些的标语什么都是新的他说这个应该谁在资助他的索罗斯，因为索罗斯是很有名的所谓的左派嘛反美对，而且主要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比较多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家了那你要查办索罗斯嘛？对，你要讲到索罗斯身上的话，大概这些参加这些游行的人，大概他们就不会接受你看媒体的反应也是认为你讲这个是没有道理，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嘛，对不对？而且他最重要是他藐视这些群众，他说这些示威很小，人数很少很小，然后非常的没有效率，非常没有效率。
然后你看那些人哦，他的用的那个字就是说，这些人看就很疲倦，啊，好像是喝过酒啊。虽然他没有这样讲，不过他那个疲倦的讲法就是说，好像喝了酒，甚至吸了药啊，然后最后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疲倦不堪的样子。这样，他非常的藐视这次的，其实意义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运动。你这样一个结果，反对他的人只会这个越来越多了哦。那至于讲到这个所谓的他继续在炸这个南方的这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啊，对，现在对哥伦比亚开始也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只有对委内瑞拉。你知道美国执行这个任务的是所谓的南方司令部，他的司令是一个黑人，前2天已经辞职不干了，他已经不干了，哎，所以也就是说他辞职不干，让人家更加注意，就美国你还把拉丁美洲当作是门罗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吗？你这如果是你的后花园，是你的殖民地，是你的小弟吗？你可以随便对，你可以随便在公海上就攻击一艘船，对不对？你说这是犯罪分子，那好啊，你用所谓的这个正常的法律程序，你可以逮捕啊，有司法管辖。对呀，你可以这样做啊。他以前不就这样做吗？他把巴拿马的总统就抓了 Noriega， 抓到美国审判，然后就关在这个迈阿密的地方，关在佛罗里达州。你可以这样做，那个被人家骂得很厉害。人家是个主权国家，一个主权总统，你怎么这样逮呢？但至少你还有经过一个审判。你现在没有经过审判，马上处决，立即就攻击，船也毁了，人也死了，那你的证据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坦白讲是不太像这个民主国家的领袖应该做的事情。聂老师的确，川普是非典型的领袖，然后所跟民众民意所对撞的强度前所未有。对，没错，他本来就非典型的。不过我之前常常在讲，我很欣赏他，很佩服他，他太了不起了，因为他太非典型、太特殊了。因为他的 IQ、他的记忆真的很棒。不过我一直要强调，但我不喜欢他，因为这个人不道德嘛，他没有道德底线就是错的，而且他乱搞嘛。他的确超过一般人优秀，一个80岁的人可以什么东西背的都不用背，不用讲稿，可以讲得这么好，每个人点名都点得那么清楚，数字都记得吗？他是狂人，他是真，但是他重利的狂人，重伤的狂人。好，我现在要讲，他现在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外患，对不对？他这个所有的，我跟你讲，趴了跪了那些他的盟友国家40多个盟国，我跟你讲，对他也不会爽嘛。这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是霸权国家，大家还是敬你3分。那还有一个以牙还牙 ，like for like 的奉陪到底。你看拿那么多的筹码，那么多武器来跟你对，你现在心里非常恐慌。表面说，哎呀，这个习老大也是我好朋友啊，这个我们会跟他谈得很好，他经济啊可能不太好，还做一些政策。他讲了很多话，就是他太特别了。好，这是外患就算，内忧更可怕。我觉得有3个民，它都很可怕。第一个移民，你不要看移民好像没有力量哦，移民其实可以有底下的这底层的影响的。他抓移民其实很多，我们在美国生活过嘛，你到很多产后面都是那些非法移民都有了。这些人其实都比较老实或者乖巧，或者当他不老实，就是因为在别的国度他必须乖。可这些人在这时候也会反动。第二个，当然他比较没有大的力量。第二个，农民，现在刚刚讲的农民很有趣嘛，你看哈。你该出去的出不去，大豆卖不出去，对不对？产全世界37%大豆，这农民50万农民很惨了。第二个，不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你这为了跟这个谈一些这个利益，甚至啊，就是为了杜绝他的这个最大对手中国，你先买这个阿根廷的牛肉，这个对他们农民也是伤害，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农民之反，这是第2个民。第3个民那是可好玩，叫网民，对不对？这网民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我就佩服他这一点，一个这么大年纪的人呢，还能够在社交媒体，也就是我们的一般的 media， 就是玩一些这个年轻人玩的东西，他很会玩。可是你知道啊，当他的态度行为已经偏颇了这个一般的正轨的时候，你看那个网民，啪一下把你封锁10万人。我跟你讲，网民也不是好惹的嘛，因为现在打仗的不是光那空战，就是这种网民战，对不对？现在呢，你就马上拿到了勇夺亚军的被封锁亚军，这多糗！第一个叫 Pence， 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你。我讲网民反川这个大军就出现了嘛，对不对？这个是很严重的。不过我现在顺便提一下，你刚提到一个东西啊，我们在美国生活了10几年，那我常常到华盛顿地区，我也是导游，去介绍那个宪法大道、独立大道哈，这个宽4迈。这个宽0.8迈长4迈的所有的博物馆或者白宫对，或者中间那个华盛顿纪念碑，那这林肯纪念塔，你知道那一环其实最重要的叫华盛顿 DC， 它是围绕在什么地方？它就10迈，就是 100 miles， 由 Virginia 小部分以及马里兰所构成的，它是在马里兰里面的一部分。现在你刚刚讲那个飞机，你知道吗？
就是说它现罗联是衰退。你知道这在哪一州？就是马里兰 Maryland 这个州呢，就是他们的讲不讲就国会州嘛，就是就像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总统府这边就是地系好了，这整个台北市啊，哈，当然马里兰的光环当然不像在跟纽约这样比光环没有，但是它的重要的这个行政机构在那里。今天它的空军在那里几乎要崩溃了，你看基地关闭，对不对？机队减半，而且它变成唯一没有空军的这个州。我要讲的是，美国现在有个问题，就美军其实做什么？第一个增加实力之外，第二个是做生意，他就做出来是卖，可以换更多的钱的。你有没有发现？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对岸中国，它的歼十很多，印尼很多国家都买，这些国家都去买了别的国家飞机，它现在做多了，可能也很难卖，你知道吗？那所以它现在也出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自己钱有问题，债务欠很多，现在军事这个的部分也开始所谓的罗恩式衰退。我觉得，当然这美国这个国家可能再不好好从政的话，没有经过一个门槛，这个 MAGA 真的没有希望了。当然这两天因为川普有机会传出来说让这个政府关门提早结束啦，所以股市什么等等传出了好消息。可是现在看起来整个社会的对立跟分裂，例如他去酸这些抗议的民众，其实他的支持者是较好的，这个才是美国现在非常极端对立的情况的一个写照。对，我觉得美国政府两极计划美国社会两极计划已经有大概10多年，应该是从奥巴马任内到现在，而且完全没有缓解的征兆。的确是如此。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全美各地的这个反川普的示威，他们叫做无王日，无王就是没有国王的意思。其实它不是第一次，最早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不是因为美国这个陆军建军250周年，那刚好也是川普的生日附近，所以办了一场这个不是太大规模的阅兵所以当时已经有第一次的无王日的示威了。那主要是就是说他们的示威的诉求是说，我们不需要国王，我们不要搞什么个人崇拜，我们不能做什么权力过度的集中。所以这些示威者跟这一次其实差不多，基本上我觉得主体还是民主党，但是里面的组成很各式各样，有的是比如说政府关门的受害者，包括可能是过去是联邦雇员或是公务员被裁掉了，那有的是比较那种多元主义的，比如说在性别方面等等等等。但这些其实我认为川普想摆出来姿态是他也不是很 care， 不是很在意，而且老实说这一批人本来就不会支持他如意算盘一向是如此。但根据现在10月份做的美国几份重要的民调来看的话，大概支持川普的人跟反对川普的人比例来说川普是输了3%到8%。那有趣的地方是谁比较不满意川普的施政，大概是比较社会的这个一般比较弱势经济弱势的这些美国民众比较受到伤害，不管是关税或是未来的健保的受伤。但是这份民调有特别说，川普在哪些地方里面比较容易让大家加分，其实居然答案是外交。外交上面就是说，不管川普所讲他任内调停了8次重大的国际冲突，大家买不买单，或者是说到底算不算是真的，但是因为他在外交上的动作比较多比较大，而且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战场，再加上他想彰显出来的一个形象是美国是强势的，各国领导者在旁边排站，听我的号令，听我发号施令，也许对一般部分的美国选民而言是有效的。所以有趣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在这边。那最后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他在加勒比海地区对于这个委内瑞拉对哥伦比亚不是就用类似的手法吗？那到底会不会真正入侵发动所谓的地面部队地面攻击？应该这样来讲，如果要动手的话早就动手，但他没有动手，他在做很多的我觉得是心理战。比如说他公开讲，我已经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美国悬赏5000万美元提供要能够提供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情资，5000万美金。那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军事的行动，还有前几天 B-52轰炸机沿着委内瑞拉的外海飞了4个多小时，我觉得主要是心理的一种那种威慑的行动，心理战比较多，而未必会真的打。接下来看看南海的局势，最近有几个冲突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在南海这里呢，一架中国的战机在南海空域这里向
澳洲海上的巡逻机附近投掷了照明弹，这当然引起了澳洲方面的抗议啊，向北京提出关切，说这不安全、不专业、很危险呐。但解放区南部战区说，这个澳洲的 P-8A 军机并没有经过批准，就直接进入了西沙的领空，所以当然就要被监视、警告、驱离，要求的是澳方停止侵权挑衅。这种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啦，包括2月份也出现了中国的歼16战机在南海上空的空域发生近距离的冲突，不到30公尺。去年5月也同样有海鹰直升机对上了中国的歼10。那除此之外，在菲律宾更是一个冲突的重要的重点之重啊！空中2路夹击，发现是菲律宾有2台侦察机要到哪里？现在领土争议蛮多的黄岩岛的空域，立刻大陆方面也不客气，就有领土争议这个南海这里啊，解放军苏35就从高空直接跟直9直接去把它夹击拦截，侦察机直接把它驱离。所以像这样的军事上面看起来蛮强势的作为，已经一再的上演的时候，看到了中国的大驻军在大可可岛这个位置突然增加跑道跟机库，引起了外媒的报道那这个担心是说，担心中国大陆在边境的大可可岛驻军，印度就要求缅甸要开放印度海军登岛去搜查，因为这属于缅甸的领土，但因此两方就有外交纠纷。那避免说，中国专家分析是需要更多的沟通，避免误判产生的冲突。但是印度刚刚昨天我们还讲说，他在一些军事排行榜，哎呀，居然超越了中国大陆更厉害吗？厉害的来了，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做瑜伽也是一个训练。印度大唱大胜巴基斯坦的歌曲，那个是发生在5.6的跟巴基斯坦的空军对战印度是胜利的，然后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莫迪也在现场特别大家赞许，在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上面度过了一夜，一起唱歌，一起做瑜伽，看起来很疗愈。果然就像他这个印度的莫迪讲的，这是令人惊叹的一天。那么还有解放军的部分，我们前一段在讲说，为什么艺人要闪兵干嘛？是不是缺乏光荣感？而在大陆的部分，最近一连串解放军从这个小账号一直到对扩散的官媒的各种报道的影片里面，似乎正在强化这种光荣感。新华社发布了刚刚我们看到画面的这个叫做军事变形金刚影片，写着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就是未来它的所谓 AI 机器人有更多的信息准备会扩散，这个代表未来的计划当中会实现吗？还有央视军事在中国国庆公布的这个机甲纪元的 AI 短片。这个短片看起来当然很威啊，内容描述2045年外星文明突袭地球如何跟未来机甲并肩作战，或者是天机融合。因为过去南天门计划的时候呢，大家就说，这只是一个计划，只是个想象吗？结果原来后来逐步的实现，但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天机融合的月宫瑕疵影片的时候，大家看的是什么？看到在月球上面可能的未来计划，哇，看起来是未来空天作战，太空天空的作战计划，直接可以落实到月球上，甚至在用工程 AI 的情况去唤醒嫦娥天机加人工智能的完整呈现。这个是计划还是只是想象呢？当然，他们强调的是计划的一部分，未来是可实现的，或者是宇树科技一再的发布机器人的时候，大家看到都是眼睛一亮。最新包括了有一个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这个人高180公分，能够重70公斤之外，能够摆出各种专业的芭蕾舞动作。之前打功夫踢他可以自己站起来那现在连芭蕾舞这么细致的动作越来越仿真拟人。还有这个 G1 功夫小子 V6.0， 各种后空翻、前空翻、侧翻、回旋踢，行云流水，越来越流畅的机器人已经在不断的科技研发中被推出来。所以不只是国防军力，包括了 AI 科技，还有机器人，都是看到的新亮点。先讲那个大可可岛啦，它那个跑道，我看一下是2300公尺了。这个大概只能够停了轻型的战机但是那个所谓的枭龙是可以停的啦，因为你如果要停中型的，像 F-16这种飞机啦，比较重型的，像阵风这些，你至少2400公尺，所以为什么我们太平岛这大概也还是1350公尺，后来好像有加强到1500公尺，
可是只有运输机可以下降，你的战斗机没有办法下降，这个跑道太短，但是即使这样，印度当然它有紧张的理由了，因为你等于是这个大可可岛，就可可岛这个地方是战略位置是真的很重要，你等于是海上，你陆地上跟印度对峙，你在海上从缅甸这个地方大可可岛往左边延伸，那你印度的海上的这个活动，你会相当程度会受到制约，所以它当然会非常紧张。那这个讲到这个南海的问题就美国它就是某种程度就要把北约的一些盟国的力量，要把它这个导引到南海这一带来。所以你看加拿大啦、英国啦甚至像法国啦，德国他们的军舰都到这里来有时候甚至像澳洲就飞机都过来这样，他就想要让它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议题。用集体的力量来压迫中国大陆，这样。那黄岩岛这尤其是重要，虽然是2023年9月吧，他已经把它宣布了，黄岩岛是所谓的国家自然保护区，所以这表示它上面不会有任何的建筑物、军事设施，更不可能这样子。可是他们很不放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岛离苏比克湾只有100海里，100海里而已，所以坦白讲是很近。而且你这个从南海要进到巴士海峡，这个台湾的东部或者台湾海峡，这个地方是有相当程度的监控的能力了那而且它最主要是它的岩盘，这个岩盘非常的大，所以它这样造岛的话，最大可以造到150平方公里耶。你知道我们太平岛才多少吗？原来才0.48平方公里。那后来呢，因为我们那个码头新建。然后呢，说有积累了一些的土所以大概到0.51平方公里，所以就印度会紧张的原因，那个大可可岛就14.33平方公里所以他真的要在上面做那个军事部署的可以做得很大，设很多的设施，那跑道可以设得非常的长让重型的战斗机下来都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觉得黄岩岛也好，这个大可可岛也好。这个未来大家都会看得出中国大陆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海上的这个发展它的一个方向。不过我觉得黄岩岛长久未来来看，中国大陆大概不会放弃在那个地方建立它的军事设施，因为这是个太好的一个据点，而且你在那个地方要吹沙造岛要填土造岛，那个潜力是无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印之间的关系一直起起伏伏，最近为了大可可岛，印度是跟缅甸又起了一些外交上的冲突。对，就像刚才委员所提到，因为大可可岛的位置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墨西哥孟加拉湾跟所谓的安达曼海的一个交界，那它是可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这个一个北端所以是非常重要。那其实在这个岛，其实过去本来就有机场的跑道。但是可能在2010年之前，带跑道的长度就1300，那经过这些年来，慢慢把它修到在2300公尺这么多。那其实国际社会或者印度关心这个可可群岛，其实不是今天了，大概2023年就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当时印度也非常的高度的关注，意思是说，除了你跑道延伸之外，怎么会发现有新的雷达站？有新的机库机堡，还更重要，他们指控说，你在上面好像有一些情报增收的一些设施等等等等。但当时缅甸的讲法是说没有，那而且因为指控是说后面是中国大陆，因为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距离这个印度所控制的安德曼这个群岛其实只有50-60公里，所以假设在岛上有所谓的这个针尖的设施的话，有人说不止安达曼群岛上面的这个印度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被全登陆之外，还有在附近区域的一些包括印度的一个新造的这个港口给潜舰使用的，还有它的飞弹的试射场，可能很多的资讯都会因为这个岛而让中国大陆有所取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那现在这几天又有一些新的消息了。那仔细去看的话，应该是说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其实印度跟这个缅甸的这个国防这个高层会议的
时候，其实印度又再次提出要求，他说，因为每一次提到这议题的时候，缅甸都说没有啊，岛上都在做基础设施而已，而且绝对不会有中国大陆的驻军，所以印度就有一点要跟他较真，说那我希望我的海军能够拜访、造访，然后顺便能够去登岛，能够去看。当然，这个地方其实这样要求其实很突兀的，因为缅甸的直接回应是说，这是我的主权啊，怎么会说你要上来检查这检查那？但这个议题可见后面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跟缅甸关系还不错，尤其是这几年本来就还蛮密切，所以这后面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隐隐约约中印的这个军事上的角力在后面。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从新华社的抖音出现了这样子的科技影片的动画 AI 想象，它是想象还是它的文案写的是计划的一部分？这些不管是月球啊、空中作战啊、空天作战，都是未来执行计划的一部分嘛？聂老师 ，OK， 这些影片会让我想到10年前，为什么你知道吗？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对岸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一个是撰了一个文本叫做《中国制造2025》，他在2015年写的，里面呢2、3、4、5、6、7到10，它有10大领域的未来发展。这10大领域，第一个就是新一代讯息，然后是航太、航空这些等等。你会发现在10年后的今天，世界很多东西都变了。而你知道我们的对岸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不管是经济的5年规划，或者是他们在科技上的推陈，实际上他们都是按部就班甚至都会有一个目标，那个 mission 他们就去达到，而且基本上都是达标甚至超标。我要讲是当时在科技发展的时候呢，这是第一个文本叫《中国制造2025》，甚至他们就在比如安徽这个合肥这中国科技大学就开始做科技的展出，就开始先从安徽开始是个3纵3横这样布局。那时候我就听说10年前就要有公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要做，可是当时有做出来，像当时的中国的公关机器人很多，就是做事务型的人形机器人叫做佳佳，长得很漂亮，可是我觉得它动作很缓，连讲话都不符。10年后变这样子，完全拟人化，真的很厉害。跳芭蕾耶！这如果是真的，那大陆其实这已经超过了一定的水准。那当然，这跟10年他们的科技发展绝对有关系。在2014、2019、2023，大经济1000多亿、2000多亿、3000多亿的大经济1期、2期、3期计划有关他们的，而且甚至对所有的学校刚好跟美国相反，所有的不错的985、212工程的学校，都把他们的所有的课程重整，都有融入 AI 元素。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那我刚刚特别讲那一块2025，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因为他们也拍了一部电影叫《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国里面讲到中国的科技未来会第一，你知道也讲到晶片。